亲爱的钓友们，我已经到钓点了，有要来一起夜钓的吗？在深山老林里钓通宵的那种。为什么没有男孩子陪我这个老女人一起吃苦啊？现在的男生都好现实的呀，再也回不到之前的那个淳朴年代了。360行，行行都涉黄，什么沐足城、KTV、台球厅，连钓鱼佬都涉黄了。说起来都丢人，我要20来岁那是新鲜的年纪，那什么边那不是任我擦，哎。下个月啊，会有1200万的大学生就出来和妹子们竞争了。现在卷呢，已经成了一种常态。有些原本上班的妹子，在6月份左右旅游回来啊，发现自己压根呢上不了几天班。上个月我们厂子招人来了个舞蹈学院的，1.72米，身材倍儿好。那结果呢，3天没有一个点台。如果连行业都挣不到钱的话，那你一定要小心了。你别不信哈，这个行业的好坏啊，最能够直接反映经济的状况。如果你失业了，口袋里面没有1分钱，现在又找不到工作，你现在应该怎么办？现在去马路上面捡塑料瓶子，把饭钱先捡出来。我身边都是一些南大的硕士啊、博士啊，包括本科生，900个人竞争某一个高校的辅导员岗，我们能说他们没有努力吗？今天是礼拜6，但是我走到商场里看到这边都没人，都是没人，只有店员在那儿懒散散的待着。我就能感受到，就是这个经济还是蛮冷的。大家今年都穷成什么样子了？我现在是2个微信合起来不到10块钱，支付宝里面也没有钱。兄弟们，没办法了呀！当一个男人从自己吃喝上开始省钱的时候，这个男人觉得之后是遇到困难了。雞只需要叫，鴨只需要跳，而牛馬一日到黑收到，最後牛馬的錢使喺晒俾雞鴨。到郑州出差，一起来这边吃个烧烤。这小卡片发了一批又一批，有知道的谁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小卡片到底是干啥的吗？因为外面的工作实在是不好找啊！这几年的啥经济啊，是不是？好的老板都跑滴滴了，好的老板都跑外卖了。这位博主女孩说，一入夜店深似海，从此红尘是路人。也有资深夜店的从业者感慨，由于国内经济大萧条，今年7月会有1200万的大学生挤进夜场。他还讲述了发生在他身边的事。上个月，有一位在深圳小有名气的模特，以前出场费都是3000起步，现在来到他们店里面试，结果站在大学生堆里，看着就像长辈，一整晚都坐着冷板凳，直到凌晨3点才独自打车离开。在店里工作了2年的员工也感叹，这份工作没有老人，只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大批年轻人堵在门口等待上岗，因为今年的就业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年85%以上的生意都特别的难做，不管你是卖吃的还是别的，可以说各行各业吧。难道是大家都忍着不吃不喝了吗？很可怕呀！餐饮店一直在期盼的暑假旺季，今年好像有点旺不起来了。你看，我现在是在姚布谷镇，柳州本地几个很著名的旅游打卡的景点之一，但是今年就是多多少少有点惨淡。没有人，吧台也没有人，这边吧台看看也没有人，室内都没有人，祝大家生意兴隆。你看一下这人家多惨，这16000多块钱做的炸串车子，还有这后面这4轮餐车2台都是今天收的，还有这边的这，你看这场地里面这都是这几天收的。今天发工资啦，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工资。离谱的是，中午吃饭的时候，领导竟然特意过来和我说，经常下班后就看不到你了，为什么一下班就走了？我一个全网70万粉丝的美妆博主到现在这个视频一发，一个晚上几千个浏览量，就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冲抖加完全就跑不出来的。而且说现在已经卷到这种地步了吗？这大环境不好啊，像我也知道他们都没什么项目啊，来辞退，压力大嘛，他们也不会进厂，我也不希望他进厂。以前我们在厂里做过就知道，工资低啊，时间长啊。父母如果说有能力那个帮衬一点，他生活就轻松一点。大学生刚出来才去工作，工作也难找，工资又低，养得起到自己都是不错的。人家说什么要结婚啊、买房嘛，这干那干别是希望呢。
卖100块钱都很难，别说挣100块了，还个个想来摆地摊啊，不是那么好干的。好好上班吧。我今天出来找活干了，一天给我50块钱，在这仓库给人配货，我新买的衣服都给我干坏了，太难了，真的。看看现在进个厂不容易啊，50个俯卧撑打底。也有女博主边哭边说，感觉在中国生活很压抑，很痛苦，因为社会很畸形，要哄所有人开心，很多时候发生一件事情还不能完全说出事情的本相，要委婉的说，按照对方能接受的方式说。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它好像就是一个在终身竞争的游戏模拟场。这咋整啊？我们一家人全部都失业，上有老下有小，各种开销。还有博主直言，不是危言耸听，今年1200万大学生毕业，他们真的可能扎堆下海。讽刺的是，他们拿着本科文凭，说着流利英语，可以聊经济、聊哲学、聊留学、聊八卦，甚至还会用 AI 做数据分析。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内现在的工资太扎心。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去公司做文员，工资只有3500，扣掉房租、吃饭，月底还得靠花呗续命。更扎心的是，这些大学生白天很可能还在投简历面试，被 HR 嫌弃没有经验。众所周知，如今的中国大陆，年轻人面临严峻的就业和失业压力，很多毕业生早已转向了灵活就业。而199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时，当时的大学生可是被视为天之骄子，毕业即可获得国家分配的工作。至于下海这个词，早年代表的是创业，现在却沦为从事网络直播、送外卖，甚至是特殊行业的代名词。从当初的大学生分配工作，到现在的灵活就业，乃至从事特殊行业，这也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快速倒退，人民几乎陷入绝境。我35岁，程序员，去年11月底被裁，现在找不到工作，学历被卡死了。我媳妇产品经理，去年干了3个月，不给转正，一怒之下也离职了。我老丈人60岁，原先工地搬砖，现在年纪大了也没人要了。我小舅子原来开搅拌车的，现在也没活，也失业了。小舅子媳妇自从生娃后一直就全职照顾孩子，去年我们都还是忙忙碌碌的打工人，今年摇身一变，全部都灵活待业了。据指，中国有80%的就业岗位来自民营企业，但在疫情大爆发时，北京实施的极端清零措施导致全国经济快速下滑，民企则开始出现了一波波的倒闭撤离潮。再加上我党对雇佣最多毕业生的科技和教育行业进行严厉的监管，一系列的打击令中国的就业市场惨不忍睹。具有博士学历的一名网友曾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的文凭，嘲讽中国大学文凭犹如废纸，根本没用。大陆也一度疯传垂头丧气的毕业照，这种风格的毕业照被认为与痛苦挣扎不如选择平躺，也就是不买车、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子，选择一种低消费的生活方式。但讽刺的是，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是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过去10年，中国有650多万个硕士，60万个博士。尽管如此，这些拿着硕士、博士的人却依旧无法保证可以找到一份稳定工作。曾有人提到，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你花了20多年的心血，以及100万养了一个大学生，结果他在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或者月薪只有3000元，而你却要每天起早贪黑的辛苦工作，然后为孩子贷款买房买车，那是不是没有孩子才是件好事呢？因为这样可以让孩子免于在未来遭受同样的痛苦。也有年轻夫妇坦言，他们结婚3个月，很多人都问他们什么时候要小孩。孩子本应是锦上添花的美好，但是当下在国内生养孩子却变成了负重前行。首先，我们不是不喜欢小孩，是怕我们自己目前还没有活明白，根本就没有耐心去带另一个生命。
第二个呢，就是怕我们目前的工作呀，目前存的钱还不能够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起点。现在的孩子又不像我们当时候出生，随便整点玉米糊糊呀，随便整点哪，就是也能长大。但是现在呢，又讲什么科学育儿呀，高质量陪伴呀，现在吃的呀各方面都不是很好，所以小孩也很娇气。他还说，其实很多女生不敢生孩子，怕的不是孩子本身，而是生完孩子之后都是一个人在扛。所以一定要先评估现实情况，做好长久打算。事实上，从客观现实来看，当下的国内选择不生或推迟生育，背后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具体且沉重的问题，包括经济成本的极限挑战、精力与时间的双重榨干，这也是当代许多年轻人最真实的内心挣扎。当然，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生与不生，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也都是个人的选择，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和不好。大家怎么看？欢迎留言讨论。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